网络传言这些抗议是中共内部人士策划，希望借国内舆论逼习下台。仅从图片证明的事实来看，他们抗议的共同核心诉求是反习不反共，抗议地点似乎来自中国大陆。拉横幅啊！你看看上面，限速每小时50公里。要吃饭，要自由，要选票。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民10年，要吃饭，要自由，要选票。罢课、罢。2022年10月13日，在北京海淀区四通桥，彭丽发抗议的核心诉求是：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风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从事实证据来看，他反对独裁专制，追求民主宪政。白纸运动又叫白纸革命，发生在2022年11月末到12月初。2022年11月24日，乌鲁木齐火灾引发全国悼念与愤怒情绪聚集。2022年11月26日，南京传媒学院等地率先出现白纸行动。2022年11月26日晚到27日晚，多地街头与校园出现集中抗议，如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最核心、最普遍的诉求：结束清零与风控，恢复正常生活。反对审查，要求言论自由与基本公民权利，停止镇压，释放被拘留的白纸抗议者。在部分城市、部分抗议地点出现了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更尖锐的政治诉求与口号，但它不是所有参与者、所有地点的共同表达。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易利生科技有限公司在易利生工厂2025年12月3日，公司发布公告称，受海外需求疲软影响，订单减少，决定未来几个月继续执行5天8小时暂无加班。2025年12月4日，多方报道约3000名工人参与罢工，抵制5天8小时。他们的核心诉求是恢复正常加班，以保障收入。若以订单减少为由，实质性缩减用工，则应按工龄依法给予经济补偿或赔偿。反对变相裁员，逼迫自动离职。工人强调，他们并非喜欢加班，而是因为取消加班后，到手工资会降至2000元以下人民币，扣除社保、公积金后只有1000多。很多工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难以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3段视频摆在一起，你能看到一个变化，表达越来越公开，越来越关乎生存，越来越现实，越来越要命。如果是中共内部人员看到刚才这些抗议他们的画面，大概率真不会当回事。2019年在香港，中共推动修订逃犯条例，俗称送中条例，引渡法案，香港社会发起反送中大规模游行抗议运动，组织方号称100万港人上街大游行，喊5大诉求，缺一不可。声势够不够？够。最后结果呢，还是被中共的维稳机器给压下去了。所以一部分中共权贵对此还会笑一下，口嗨，能推翻我们吗？做梦。但这就是真相吗？这些抗议事件真正要命的地方在于，不是这一次能不能成功推翻，而是他们传播了3样东西：真相、勇气，还有团结。真相的杀伤力在于，它会让更多人认清谁是敌人和朋友；勇气的杀伤力在于，它会让更多人敢站出来对抗不公。而团结最要命，团结意味着什么？大家会形成一种默契，共同站在一起，互相帮助，不丢下一个人，共同抗争不公，争取大家共同的权益。一旦这3样东西扩散开来，事情就不再是某一条横幅、某一次游行，它会变成一种趋势，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和每个人利益相关。一旦这种趋势不是孤立发生，而是同时在大陆和香港各个角落遍地开花，
中共再叠加自身内部压力，经济下滑，财政吃紧，党内不和，军警观望，拒绝镇压，那就不是维稳压一压这么简单了，更不是主导舆论、控制网络、搞局域网就能轻松解决，那会逼出一种国际经验里常见的局面，非和平的连锁反应，倒逼掌权者下台，一个点压下去，另一个点又起来，抗议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维稳成本越来越高，最后维稳系统自己会崩断。中国2023年初，新冠疫情正式全面放开，白纸革命就是其重要地触发器。所以，别短时间看某条口号或者抗议活动有没有用，要从长期趋势看，这种抗议事件会不会越来越多，人数和范围会不会遍地开花。到那时，中共口中的口嗨能推翻我们吗？做梦，搞不好就会美梦成真。这是专门记录中国各地工人因为欠薪、停工、裁员、社保纠纷引发的罢工和集体行动，历年的抗议数量。数据来自 CLB 中国劳工通讯，一个独立的香港劳工权益组织做的公开事件库，数据偏保守，实际数量只会更多。按图表统计，2019年约1385起，动态清零3年明显被压低，2020约800，2021约1094，2022约830。而在2022年底，疫情管控开始放开，2023年进入常态化之后，2023年反弹到约1789起，不仅回到2019的水平，甚至明显超过。先说明一句，这不是中国所有反政府抗议的总数，而是劳工维权集体行动的可追踪样本。但它非常直观地显示了，当管控放开，疫情时期的错误治理方式导致民众普遍所承受经济问题集体暴露出来，社会冲突会以更密集甚至更激烈的方式集中爆发。而中共官媒怎么看待这些抗议事件？你看这篇人民日报标题写得多稳啊，党的领导是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的根本保证。你再看正文那几句，那股味儿就更足。什么其核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大程度保护，事实充分证明，重大决定胜利。这就是标准庆功稿，写给谁看的？写给中共党中央习核心看的。写到最后，意思就一句：习总书记领导英明，中共制度完美，胜利必然属于我们。那么问题来了，疫情时期那些抗议的事，你可能不一定亲身参与，但你经历过疫情3年，真实情况你心里难道没数吗？世界杯现在云集了世界上所有最有钱的人，有钱的人都不怕死，你把我们这些最底层最穷的老百姓关到这，说怕我们死掉？啊，我不怕死，死了？贫富？我想问一下，前两天发生的火灾，你们辛不辛苦？你们作为服务些老百姓的苦官，你们辛不辛苦？虽然那不是你的管辖范围，你听到这个消息，你心痛不痛？一个3岁的小孩，在走之前1个月只吃萝卜，连走了都没能吃顿好饭，这是谁所作所为？这是谁的所作？很多城市的人当时别说胜利，能活得像个人就不错了。风控一来，门一锁，抢菜、断供、看病难，生意直接倒闭，工厂停工，工资停发，甚至借贷只为维持日常基本生活。很多人不是宣传中的受点影响，是直接失业欠债，家里撑不住，房贷、车贷等贷款没法挣钱还，最后利息利滚利，到现在2025年还在深受其余波的重大伤害。习总说，这叫我国防疫取得重大胜利。那老百姓那点日子算啥？算战术牺牲，还是算为中国大局发展的必要代价？可怕的不是老百姓看了这些生气，怕的是习总半信半疑的最后说服自己，在自己的领导下，全国疫情治理取得了重大战略胜利。这是走狗，走狗，让国外的看看，这就是郑州，这就是河南。富康的孙子，往后面打倒郭台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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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河南的黑社会。走了吗？都是走狗。你想想那个画面，中南海外面小规模冲突，零星抗议不断出现，后来甚至出现了全国性、象征意义很强的街头抗议，把中南海门口围了个水泄不通。
结果每天递给习总的报纸上还在歌功颂德，圣上啊，在您的领导下，天下繁荣昌盛，一切太平。你说你要是体制内的，尤其是高层，你站在习总旁边，你浑身冒不冒冷汗？抗议的人就要打进中南海了，政权马上就要被推倒了，习总还是坚持己见，不管不顾，沉迷于宏大叙事，千古留名。现实就是随时都可能被抓去清算，所以很多中共权贵和红色商人早早的就看到了火势苗头不对，从习取消连任上限就彻底死心。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拍马屁表忠心，更不可能是忧国忧民，是干嘛？是赶紧找退路。习皇要拉我们一起做亡国之君，赶紧跑，跑慢了会死人的。中国预计2024年将再次成为全球富豪流失最多的国家。2024年预计将有15200名高净值人士净流出，2023年为13800人。数据来源于亨利及合伙人，全球领先的居留权和公民身份规划咨询公司。在2024年亨利私人财富移民报告中指出，这里注明一下，要想在中国成为顶级富豪这个阶层的人，一定，我就用这么绝对的词，一定是中共内部的人或者甘愿被中共控制的人，反之你要么流亡海外，要么坐牢。如果冥顽不灵，就人间蒸发。中国前首富马云和党国对着干，他的下场就是最好的印证。他是阿里体系的联合创始人，阿里体系孵化的有淘宝、支付宝、花呗、蚂蚁、金融等产品，相信大家普遍都用过。银行不改变，我们改变银行。银行除了银监会他们怕，还怕过谁？没有了吧？支付宝他们有点担心，至少睡不着觉。互联网，我其实就是让中国移动、联通可以睡不着觉。我们对挣多少钱兴趣其实不大，但是让那些坐在那个位置上面不作为的人不爽，是我们很想干的事儿。不是说能来吗？能来，来了就走。那来了你不唱歌啊？没情绪唱歌，精神不好，啥状态都不行。我前天还差点他妈的死了。是吧？为什么呀？药物中毒，我靠！我不好说，我差点。这部分人还算幸运，识时务跑得快。有部分党员和商人被中共领导收了护照，人身自由被监控，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习皇拉到悬崖边上。虽然他们很多钱财和部分家人早已在海外，但是这事关自己身家性命，要是死了，荣华富贵和特权再多也没有任何意义。现在中国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最高领导人，就这个习近平前是没有任何制约。他把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所有，哪怕你就说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是不民主的一个政党，他好歹在内部还有一些个制度，还能互相制约一下，这些全部都打破了。是的，就是换句话讲，他是反建制、反制度派的人。他的话现在就比毛泽东还厉害的时候，他说一句就变成了一句顶10000句，就是个命令了，你知道吗？所以很多人现在其实已经隐约感觉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共内部以及那些和中共有着最密切关系的红色关系户，正在用脚、用行为投出他们内心最真实的一票？不是嘴上说什么，而是资产在转移，家人在外移，未来彻底看空中国。这种行为本身就在向外界传递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他们已经在行动上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共的未来正在走进一个不可逆的下行甚至消亡的趋势。只是很多被中共统治的基本盘，还有一些沉迷于短期利益或者不愿割舍沉没成本的人，依然执迷不悟，不愿面对真相。我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叫《中国共产党倒台的5条最现实路径》。如果你把那5条路径总结到最后，其实只剩下2个核心因素：第一，独裁专政体制本身的结构性风险；第二，财政与经济的系统性崩溃。只要你真正理解了这2点，你就会发现这套体制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直白一点理解就是，习近平开着跑车在悬崖边上以最高时速狂飙，坐在副驾驶的中共同僚看到车马上要带着大家开进悬崖了，还疑惑为啥习总不踩刹车，低头一看，车上的刹车被习总拆掉了，旁边的人连帮忙踩一脚的机会都没有。回顾历史，其实中共并不是第一次走到悬崖边上。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中国进入毛泽东个人独裁时期。中国人经历了什么？大跃进、3年大饥荒、文革大清洗，这些并不是政策失误，而是独裁体制在现实中必然造成的灾难。
到毛晚年，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走到破产边缘。毛去世之后，邓小平成为中共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掌控者。他当年说过一句对毛时代间接批评非常重的话。邓小平当年讲得很直白，如果再不改革，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事业就可能被葬送，甚至亡党亡国。这句话出自《邓小平文选》第2卷，1978年12月13日那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句话真正的潜台词是，如果继续沿着毛氏个人独裁走下去，经济会崩溃，社会矛盾会失控，抗议会不断扩大，中共是有很大可能被人民推翻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中国几千年独裁封建王朝的存亡规律。所以当年的邓就吸取了毛时代的教训，做了一次关键性的制度调整。政治上从个人独裁转向集体领导的一党专政，经济上搞有限度的改革开放，结果大家都体会到了，经济快速增长，普通人的日子随之明显变好。在这种情况下，谁会冒着杀头的风险去推翻政权？但问题就出在这里，自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共在政治体制上开上了历史倒车，重新回到了毛的个人独裁时代。而且我要强调一句，习近平做的比毛泽东还要彻底，比毛更独裁。这里有一个极其关键但很多人没意识到的区别，毛泽东在事实上是独裁，玩的强人政治。虽然当时国家制度里并没有国家主席只能2届这种明文上限，但毛也没有把它明确的写进制度本身，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法理上合法化。也就是说，毛留下了一个模糊空间。邓之后在制度上堵住了这个模糊空间，建立了国家主席任期上限。而习近平不一样，在2018年修宪拿掉了国家主席、副主席不再受2届的约束。大会要求全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和行动。同意的代表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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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意味着从制度层面，最高职位之一的长期连任被打开了法律通道，把它制度化、合法化。按照老百姓直白的理解，他是事实上的皇帝。同时，这种行为也受法律保护。这一步几乎把中共未来所有可能的自我纠错通道全部堵死。很多人会问，宪法规定只是取消主席任期上限，习近平折腾够了，可以自己下来，换有能力的人上去，解决国家突出问题。但是习近平几乎不可能下台。我之前做过一期节目，详细讲过，节目名称叫2027年习近平退无可退，连任几乎成唯一选择。在这里简要提一下关键因素，毛可以退，因为他有革命功绩兜底，他有绝对的历史合法性，不怕被清算，甚至在他犯下那么多错误之后，后来的人也不敢彻底否定他，因为否定毛就等于否定中共自身的合法性。但习近平不具备这种条件，一旦他退下来，清算风险、路线反转风险、责任追究风险都会集中爆发，所以对他来说，不下台不是选择，而是唯一的生存策略。他之后不一定非要在台上明面掌权，也可以退到幕后，成为实际最高权力控制者。习近平搞独裁终身制还不算完，最致命的，他没有明确立皇太子，而一旦在没有明确接班人的情况下突然出事，中共内部将立刻陷入巨大的权力真空和内部火拼危机。你看中国过去封建王朝权力斗争有多残酷、多凶险，就知道皇帝为什么要立太子，从小培养太子，并且昭告百官和天下，就是要稳固这个权力体系，不至于内部发生剧烈政权更迭动荡，甚至严重点导致皇位换外人。就算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假如天降奇迹，习近平独裁到死之后，中共还能继续存在，而且还能有人顺利继位，那么这个人面对的是什么局面？宪法已经改过，还可以搞独裁终身制，习皇的权力模板已经摆在那里，所有责任和风险，习近平一个人都已经替他背完了。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诱惑大到难以想象。当你不需要承担历史责任，却可以轻松享受属于一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利时，你凭什么不这么做？这就意味着后来者极有可能会是第二个习近平，那中共最后一丝靠制度自救的希望也基本不存在了。在这样一个无法纠错的局面下，习近平和他的支持者开始出现一种典型的心理幻觉，
把希望寄托在政治强人身上，幻想习近平是那个历史上最强的皇帝，上线是能带着整个体系走向盛世，下线是至少保证王朝不灭。但是现实是，他在残酷的中共权力斗争中坐上了最高权力的位置，能证明习的权谋能力强，但不能说明他的治国能力强。邓小平时期关于如何评价一个人的能力，有句著名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结果成败论。那么习近平治国经济结果最终体现是什么？我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来讲。先说宏观，在宏观经济学中，外贸、消费、投资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中国经济的核心拉动本质上只有一驾马车，外贸为宏观经济的核心驱动力，外贸带来投资，最后带来消费。为什么这么说？中国经济真正腾飞的起点在哪里？答案非常明确，而且没有争议。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这是中国现代经济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外部制度介入。从那一刻开始，中国从世界贸易的边缘崛起，成为全球贸易的最大巨头。数据来源于贸发会议，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4月6日，统计内容是主要经济体在全球商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但这一步是怎么换来的？我深有体会，感慨良多。因为我在中国有进过工厂工作的经历，那是大多数中国百姓用所谓的低人权、突出优势、高付出的劳动强度和很少的劳动回报换来的。所以为什么会有血汗工厂这个词来形容中国制造业？这段经历我的体会和所见所闻并不能用短短一段文字充分体现。最后血汗工厂换来了高额的外贸顺差、外汇积累和高速增长。而在一些高官、专家、大 V 对此的看法，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经阶段，人民是短视无知而又愚蠢的，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格局。我只问一句，如果让你和你全家都在那个流水线上，在一个封闭如同牢笼的厂房里，白班和夜班两班倒，一天干12个小时，你的管理者为了追求最终工厂效益，会对你进行长期辱骂，甚至人身攻击、极限压榨。一个月3到4千左右人民币的收入，住在条件简陋的8人宿舍里，当你遇到极其不公的事件，已经超过了你所忍耐的极限，虚假的工会和虚假的法律都无法保护你的合法权益时，你还会不会说要以国家大局为重，自己和家人为了国家牺牲是应该的？如果说话的人不能以身作则，凭什么让别人考虑你所说之话的幸福度？但以中国大多数人民为代价，这套模式确实带来了结果。外贸增长让工厂扩张，让投资增加，让就业扩大，让消费增长。于是中国出现了大搞城市基础建设，就是你看到的各种所谓繁华大楼、大马路、地铁和动车，随之又不断扩张的搞城市化，房地产繁荣，中产阶层爆发，地方财政膨胀。很多中国既得利益者看到这些，引以为豪地说道，党国领导有方，大国崛起。而这一切背后的代价，底层人民被卸磨杀驴，被中国社会很多人遗忘，还被贴上人矿农民工、厂仔厂妹、学历差、心眼坏、素质差、文明度低等等贬义的标签。说到这里，我只想说一句话，建设发展时，你们和他们称兄道弟，牺牲他们让你们发展起来之后，该到了享受分蛋糕时，你们却说他们不配上桌，因为他们太脏，会影响你们的优雅。你们利也要，民也要。虽然这个事实很残酷，但是这就是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的真实运行逻辑。那问题来了，习近平执政这些年，这条党国引以为豪的外贸主线现在怎么样？我们只看几个关键事实。中国被挡在新一代全球贸易体系 CPTPP 之外。 CPTPP 是什么？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高标准版的 WTO， 是未来全球贸易规则的升级版。 WTO 像入门规则，核心是降关税，基本的贸易纪律。中国2001年入市，就是拿到这张全球贸易准入证，从此订单、外资、供应链才敢大规模进来。 CPTPP 加入规则不一样，这里就不展开讲规则了，给党国留点体面。就一条，中国工人低人权就不行，所以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加入。一句话总结，门槛对于中共要求太高，加需要所有成员国一致点头，哪怕只要有一个成员觉得你不可信，不符合加入规则，中国都能被卡住。很多粉红会说中国加入不了 CPTPP， 没关系，不还有 WTO 在吗？不要把这个问题想得那么严重。如果当年中国没能加入 WTO，
今天中国经济会是什么状态？这个问题大家其实都知道答案。而 CPTPP 在未来会慢慢取代现在的 WTO， 它决定你能不能拿到下一代贸易与供应链的优先座位。其影响不是中国今天少卖一批货，而是在未来几十年，在世界贸易与供应链中，中国自己站在了门外。中国现在看不起的越南就是一个典型受益代表。越南2019年正式成为 CPTPP 成员国，加入当年 GDP 约3343亿美元，2024年 GDP 约4760亿美元。2019年到2024年5年期间 GDP 总量增长了约 50% 以上。说到这，很多中国人还在安慰自己，越南是小国，跟中国总规模比起来不值一提。我没说人均 GDP， 已经很给你们留脸面了，毕竟我也来自中国，我也要点脸。一些人还说中国制造不可替代，谁看到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不心动？但现实是，中国的血汗制造优势正在被外部与内部逐渐系统性替代。你能便宜，别人也能便宜。越南、印度、墨西哥正在一点一点吃掉中国原本的位置。只是中国几十年完整建立的工业体系，这不是一夜之间突然能完成的，但替代趋势已经非常明确。而中国制造的重要优势，人口红利，随着中国人口断崖式下跌之后，其人工成本会不断上升。另外，中美长期对抗再叠加中国大量外企、外资撤出，压缩了中国外贸的上限。关税、制裁、技术封锁不是短期摩擦，而是长期结构性对抗。美国可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虽然还能出口，但增长更慢，利润变低，风险更高。而当中国经济的核心驱动力，也就是宏观经济的主引擎外贸开始熄火的时候，问题其实还不止于增长放缓。真正致命的是，在收入明显下滑的同时，开支不但没有同步收缩，反而还在持续扩大。在习近平执政时期，对外大规模撒钱，为了政治影响力和战略存在感，不计经济回报，把项目当成政治工具来推进，大量对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基建投资、一带一路、雄安新区等项目中大量烂尾，回报不明，坏账累积。在中国很多人口流出、经济基础薄弱的地方，仍然大规模修高铁、动车、地铁等高成本基建，本质上是用借来的钱搞政绩工程，客流养不起，维护成本降不下来，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是长期亏损的财政黑洞。所以中国一部人去发达国家的旅游体会，总感觉相对中国基建破破烂烂，不是外国人经济水平低，是因为这些项目投入产出比效益太差，甚至还会不断亏钱。这些习近平胡搞的项目，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还可以靠未来高收入来覆盖风险，而当外贸主引擎熄火，这些就会在本来不富裕的经济上雪上加霜。大家可以用一个极其直观的画面来理解这一切，你可以把一个国家理解成一个超大号的家庭。过去10几年，中国这个家庭收入很高，相对应的，它的信用卡额度就很高，房子越换越大，消费越来越奢侈，排场越摆越足。但后面情况变了，家庭的总收入严重下滑。一个理性的家庭会怎么做？生活勤俭节约，压缩不必要开支，停止面子工程。但现实中，习近平这个一家之主非但没有这么做，反而继续铺张浪费，和狐朋狗友胡吃海喝，爱面子，装大款，各种奢侈品买，所有消费习大哥全买单。为了大哥形象，到处借钱给小弟，没钱了就刷信用卡，搞网贷。你敢想，这要是你家，会变成什么样子？现金流断裂，债务压力急剧上升，最后被迫变卖资产，生活质量快速下滑，夫妻离婚，兄弟姐妹和你划清界限，反目成仇。风险一旦还继续叠加，就会全面失控，最后家破人亡。国家层面大体逻辑完全一样，最大的区别在于代价的承受方不一样。一个家庭破产，利益与风险由家庭成员共同承担；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崩溃，决策权高度集中，收益高度上移，最终承担毁灭性代价的却永远是被统治、无决策权的底层社会，而他们就是没有政治权利的中国普通人。这就是接下来我谈的微观维度。关于微观经济讨论的核心指标，就业、收入、必要生存支出，其他衍生指标就不谈。而这3个指标，我只盯一个群体：青年，结合中国国情，年龄限制到16岁到35岁。因为中国合法的最低就业年龄是16周岁，中国职场在35周岁之后就很难找到好工作，又称职场危机。而根据我们今天的主题，
核心是关于执政党的政权稳定性。而当青年失业率过高，收入停滞，生存艰难，无法成家立业，很容易爆发抗议示威，激进一步就是暴力革命，政权不稳定概率会显著上升。接下来我不会把中国官方数据当作参考，因为他们爱造假，信用已经被消耗殆尽，而第三方数据也往往是局部样本，因此我不把统计数据当作唯一证据，而把它作为背景参照。然后我会再选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真实视频作为典型案例，再用该视频大量网友的不同评论反馈做文本证据，并与常识性事实进行交叉印证，得出一个相对可信的判断。这叫三角验证：案例证据加群体，反馈加常识，公开信息，互相校验。先看就业。根据财新网数据，他们统计了2023年12月到2025年8月中国城镇分年龄段调查失业率，不含在校生。2025年8月的数据显示，其中16岁到24岁失业数据最高，达到 18.9%， 每100个同龄段劳动力大约有19个处于失业状态，而25岁到29岁和30岁到59岁失业率相对低很多，分别只有 7% 左右和 5% 左右。因为昨天我老板问我，招到人了吗？我说没有招到。他说咱的工资是不是定的太高了一些？因为我看现在大学生2000、3000的一大把，而且还抢着找工作。我说不可能吧，怎么可能呢？结果他就给我看了一个视频，说一个高校的一个什么硕士2300多块钱还是2800多块钱。然后我就一直在看这种视频，我就觉得大家不要再这样发了，真的会有老板当真的。就是我老板说了之后，我又去找了其他几位老板，我说最近招人行情怎么样啊？就是那个有没有要招人，工资待遇给的多少？他们都是基本上没有超过5000的，也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地方的事儿，这个地方就是小县城，基本没有超过5000的，而且这个五险一金啊，什么各种待遇有的都没有。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那个招不招人是不是工资低了呀？结果他们说不会呀，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一大把，说是那个3天4天就能找个大学生，我这不少了。真的就是这样。包括我跟几个专业的 HR 的朋友们问我说那个招人怎么样啊？这个专业的 HR 他们就说工资给的待遇那么低，这边被老板骂，那边被招聘的那个来应聘的人骂，就在中间两头都不讨好。因为我不是专业 HR， 就是招人不是我的本职工作，所以我可以跟老板讨价还价，我说这个工资不行。但是那些专业的 HR 呢，招人是他的本职工作，他能跟老板讨价还价吗？或者说他敢跟老板讨价还价吗？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么一个事情。你们真的不要再说3000了，那真的3000的确实专业可能地区都不是特别好，包括一些就是会计呀，一些这些专业我们就是常说的。但是很多人你的真的只有3000吗？你这个3000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更有甚者一些公职人员你过来说3000，那你是3000，但是你的公积金可能都不止3000呀，那你到手一年10几万，你在这叭3000，那你让这些老板看见，以为大家都是3000块钱，那以后的工作那就是3000块钱呀，大家更找不着工作了。还有一些专业和工作限制，比如说我这个工作离家很近，然后包吃包住，双休，一天工作4-5个小时，想请假就请假，想翘班就翘班，这种工作你3000，那可以啊，那你就不要在网上说3300。最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到手3900，那你的工资不是3000，你至少工资得5000了呀，那你就不要再说3000，让大家误导了呀。可能有点激动啊，但是真的希望大家理性一些、辩证一些的去谈论这个薪资待遇的水平，包括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待遇，公积金交多少，有没有其他的补贴，而不是一直在这儿说3000，到手3900的那不叫工资3000，包括你到手3900，但是你有其他一些收入的，那也不叫工资3000。真的，现在我的评论区也有好多老板说我就当真了。之前他给 HR 招人定的薪资是1万，直接让 HR 砍到5000。现在很多老板把3000块钱招一个大学生挂在嘴边，他们不会看你专业，不会看你能力，不会看地区的，他们就觉得3000就是3000。所以大家一定理性的发，辩证的发，不要再发这个破3000块钱了，就把它当成一个梗得了。如果真的是只得3000的，那我们也不要发，我们发我们理想的，我们就要5000以上，我们就发。让我们招人的把这些东西拿给老板看。3000块钱只是一个梗，而不是说大学生给人家3000块钱，还是税前的3000块钱，不扣五险一金的3000块钱，人家就干。这条视频发布于2024年11月26日，主题是大学生找工作现状。它是我在抖音同类内容里收到的点赞最高的一条。视频组的核心观点其实就2点，而且说得非常直白。第一，体制外、老板端
很多给应届大学生开的税前工资大约3000元，有的甚至不缴五险一金，福利很少。更关键的是，老板认为这种待遇不难招人。第二，体制内表面工资可能也在3000元左右，但往往有一整套隐形福利，税后更稳，五险一金、绩效、年终奖，工作时长更可控，休假更明确等等。结果就是同样的3000元，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真实含金量完全不是一回事。于是矛盾出现了，体制外岗位数量多，吸纳就业最大，但应届生普遍感觉收入和付出严重不成比例，而老板又觉得这个价已经很好招人了，这就形成了招聘端和求职端的结构性对立。更有意思的是，评论区的2条最高赞评论几乎是在重复同一句话：工资低，活多，还把人搞得身心疲惫。这种评论区共识在某种程度上反过来强化了视频组的判断，这不是个例情绪，而是很多人共同的体验。如果我们用常识把这个现象再拆解一层，就更清楚了。站在体制外老板的角度，私营企业必须自负盈亏，核心逻辑就是成本、收入、利润最大化。在用人上，天然会倾向于用最低的工资，招到能力尽可能强，还能干尽可能多活的人。工资到底能压到多少？市场会给答案，企业会不断试探求职者能接受的最低底线，并在横向比较中筛选出同样工资愿意付出最多的人。所以当大量岗位普遍定在3000元，并且还招得到人，这背后往往不是老板集体出现错觉，而是一个更冷冰冰的事实：找工作的人远远多于提供工作的人，供需关系已经倒向了雇主一边。再看应届大学生这一侧，冲突也很现实。一方面，他们要面对住房、交通、吃饭等基本生存压力；另一方面，他们的成长环境与受教育经历再叠加互联网时代对世界的对比，会在心里形成一个最低体面生活的底线。于是理想与现实出现强烈断裂，有家庭托底的可能直接彻底躺平，没有家庭托底的就降低开支，干一段躺一段。至于买房、结婚、生育，往往就更不敢想了。与此同时，还有一种常见的声音，尤其是部分粉红叙事，会说不是没有工作，是他们不愿意干，去工厂打螺丝、开网约车、送外卖不就行了吗？是他们要求太高。但这套逻辑如果推到极致，本质上就是把基本生存底线无限下调，仿佛只要不饿死就算合理，只要不接受就成了你要求太高。这不是在讨论就业，而是在讨论一个社会到底还承不承认体面生活的存在。25岁到35岁人群的失业率相对低，原因并不神秘，一部分人被现实打服了，放下幻想，向现实妥协；另一部分人有家庭、有房贷、车贷，几乎没有选择，只能硬撑着干。但中国现实是不婚不育、彻底躺平或半躺平的现象在扩散，宏观经济又在持续走弱。随着制造业外迁，制造业是中国就业和人均收入的最大保障，这个保障也在持续走低。又叠加不婚不育的大规模躺平，消费端就一定会走向低迷，然后反过来让宏观经济更为恶化，让就业岗位不断收缩。在这种组合条件下，未来失业压力很难自然缓解，只会以更隐蔽、更长期的方式加重。因此，单靠统计数据往往难以呈现就业压力的真实温度。接下来我用一段网上广泛流传的未来就业说法来收尾，它或许夸张，但恰恰折射出当下最真实的焦虑与担忧。中国未来很多老板会慢慢消失，打工人将无工可打。然后我们再看收入和必要支出，这两个指标必须放在一起讲，因为收入决定你能赚多少，支出决定你能不能活下去。只看收入，会误以为工资好像还可以，但房租、通勤、吃饭、医疗这些刚性成本一涨，生活质量就会严重倒退。只看支出，也会误判他每个月花销很小，这么勤俭节约，应该存了很多钱。但如果你看到他的收入，不是他不想花钱，而是无钱可花，生活质量被迫压得很低。所以真正的关键只有一句，你赚的够不够覆盖你必须花的收入减去支出，才是你的真实富裕程度。根据中金数据，2024年居民家庭人均月收入统计，家庭人均月收入过5000元，就超过全国 94% 的家庭。看到这，我确实被吓住了。月收入低于5000元，人口总数加起来有 13.28 亿人，占人口总数 94%。月收入低于1000元，人口总数加起来有 5.46 亿人，占人口总数 38.72%。李克强曾经在13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闭幕后说过，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才1000元，
加强了这个数据的可信度。那么中国人的真实收入是多少？我只定一个群体，制造业工人。原因很简单，过去20多年，中国能稳住就业，能攒下财富，最核心的支撑不是金融，也不是互联网，而是制造业。它吸纳了最多的劳动力，也最接近普通中国人的真实收入水平。无论哪个城市，多数人一定是最普通或底层的工作。深圳的制造业全国第一，是个靠无数工厂发展起来的城市。目前深圳工厂打螺丝的多数只能挣4000多，不到5000。其中的比亚迪工厂待遇呢，深圳是最好的，也就5000多。放眼整个大湾区，打螺丝最挣钱的就是那个东莞的华为工厂，但也就6000来块大不了。深圳工厂的从业者，你们知道我没有说谎，这就是当下的状况。今年我问过深圳地铁一位清洁工的大姐，她呢每天上半天班，一个月呢只有2000多点，你没听错，是2000多点，虽然只上半天班。另外呢，深圳一个40来岁相对年轻的保安，一个月也就4000来块。还有深圳网约车，多数起早贪黑，一个月净到手也就5000到6500。另外另一个深圳大群体，就是在深圳开各种小店的小商贩。目前这个群体的平均收入呢，可能还赶不上打螺丝的。这就是深圳多数人的真实收入写照。这条视频是讲工厂真实收入的，点赞也非常高。更关键的是，评论区出现了大量反讽式的嘲讽，很多人直接说所谓工厂月入7、8千甚至过万，在现实里经常就是吹牛。这种评论氛围反过来其实在侧面验证了视频主的真实性。大家嘲讽的不是视频主，而是嘲讽那套脱离现实的想象。我们再把这件事用更常识化的方式讲清楚，工厂工资到底怎么来的？在很多一线城市或产业带地区，工厂招工的工资结构非常典型，底薪很低，加班才是大头，底薪普遍是2000多，按比较好听的算，给你2500元，这个底薪对应的是标准的工时，一周5天，每天8小时，无论工厂有没有订单，这笔底薪都得发。你想拿到高工资，主要靠什么？靠加班费，平时加班 1.5 倍，周末加班2倍，法定节假日3倍。但很多厂并不会让你在法定节假日上班。我们做一个最常见也最现实的模型，你一周上6天，每天干10小时，吃饭休息不算，也就是每天比正常工时多2小时，最后工资算下来，算上全勤奖，再扣掉强制社保，实际到手往往也就是4000多，而这是你拿命透支健康换来的。至于不按劳动法来的黑厂，那只会更低。所以视频主说工厂真实收入没那么高，并不是个别抱怨，而是非常符合现实工资结构的逻辑。看完工资再看必要支出，这里我只谈单身，因为中国现实就是很多人不婚不育，大龄剩男剩女颇多。如果你在工厂工作，有些工厂包吃包住，但条件通常不好，如果不包，你就要自己算账。吃饭按一个比较体面但极简的标准，一顿10块，一天3顿就是30块，按30天算，一个月就是900块。住宿如果住厂区宿舍8人间那种，可能100-200块。这样你会发现，在吃住极度压缩的前提下，一个月确实还能剩3000多元。但注意，这个模型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上，你把生活压到几乎只剩下活着，没有社交，没有学习，没有娱乐，没有情绪成本，没有医疗风险，不怎么买服装和日常生活用品。而刚毕业的大学生出来找工作这个群体，如果找到稍微好一点适合自己的工作，工资4-5千，租个房子都快2000，而且还是独门独户的小单间，是一个房子被隔成3-4-5间，你只是其中一个小格子。很多人嘴上说的轻松，住那么贵的房子干嘛？但是一般好一点的工作，公司很多在市中心，他不住附近，你让他住哪？当然有几百块的房子，但基本都在郊区，离公司10几20公里。那种日子是什么样？每天早上7点起床，挤2个小时公交地铁去上班，下午6点下班，晚上8、9点才到家，然后吃饭洗澡到睡觉，都10点了，稍微放松娱乐下都得11点。所以他们住的离公司近一点，不想每天把3-4个小时丢在路上挤地铁，搞得每天身心疲惫，非常容易理解。好不容易把房子租下来，水电费要不要？物业费要不要？网费要不要？就算非常省，夏天和冬天舍不得开空调，就这一个月电费也稳定200-300。解决住的之后，你必须每天要吃饭，在外面餐馆很简陋的一餐都要15元，美团外卖勉强能吃的拼好饭一顿也要15元。很多人说，不是还有5块钱、10块钱一顿的饭吗？为啥要吃那么贵的？那些基本上都是科技和狠货，长期吃会影响生命健康。有人说，下班了干嘛还要在外面吃？点外卖，你上了一天班，身心疲惫，晚上回到家
还自己做饭吗？所以一天吃2顿就得30元，一个月900元，一个月最低生存保障就要3000多，这还是在你不社交、不娱乐、不聚会、不购物、不生病、不出事，你只是上班回家吃饭睡觉，在这种极限节省的情况下，4、5千刚好够一个人自己活。而4、5千对于很多应届大学生已经算高工资了，你找都不好找到。大部分刚毕业的大学生普遍都是3000多，可想而知他们有多艰难。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人工作之后还要找父母要钱，甚至借网贷才能过日子。很多人都没经历过他们的生活，只是一个旁观者随意评价，根本不懂现在大学生的难。说到这，杠精们又跳出来，大学毕业了可以直接进厂送外卖当保安，干嘛要去进公司？我只想说，你上大学投入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你的目的就是为了干刚才那些工作，这是典型的吃瓜看戏的心态。我现在投了简历1380多份。想问一下刚毕业的小伙伴们，你们找到工作了吗？请问你们找到正常的工作了吗？反正我是没有，找不到一点。本人24届已经失业2个月，然后面试了8个都是不正常的面试，被招了。本人25届投了简历1380多份，是接到了一个 offer， 但是好像有点危险。就是让他一过去就跟一个男的一起出差，出差多久？3个月，而且薪资是3K。真没招了。我是刚找到了一份工作嘛，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就是因为我没有接受他的加班，让我今天不用去了。今天都没让他去上班，然后没去上班还要去他，窝囊费赚的真是不容易啊！怎么现在职场都变成这个样子了？经济有这么差吗？我们真没招了，真没招了。你们有招吗？随着前面说的宏观经济持续走弱，再叠加无节制的财政扩张与低效率支出，同时中共权贵横征暴敛、贪得无厌，与红色商人通过各种方式把国有资产与家庭往海外转移，中产也在用脚投票，资金加速外流，这一切都会对3驾马车里最脆弱也最关键的那一架消费形成致命挤压。消费一旦被压穿，所谓习近平的拉动内需，以内循环托底的空间就会迅速收缩，最后让靠内循环稳住中国经济的叙事失去现实基础。最让人担心的是一种低概率但高毁灭性的风险。习近平一旦在某个时间点选择以战争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也许这个概率并不大，但随着他年龄增长，内政成果乏善可陈，又愈发执着于历史定位和千古留名，这种冲动式冒险的可能性就不能完全排除。倘若真走到那一步，中国面对的很可能不是局部制裁，而是更广泛、更严厉的外部经济隔离与关键领域的系统性断供。在高度依赖外贸、技术与金融通道的现实结构下，冲击会迅速传导到汇率、资本、就业与民生，经济下行可能从缓慢失血转为加速坠落。在此情况下，微观层面青年面对的现实只会比我们刚才讨论的更艰难。因为当就业机会减少，收入上不去，必要支出又降不下来时，很多年轻人的生活就会被压到一条线，不是过得好不好，而是能不能撑得住。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社会的底层生存空间被持续挤压到活不下去的程度，社会就会进入高风险区。中国古代所谓的民变也好，起义也好，都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现在表面上是身份阶层不同，组织形式不同，但本质逻辑高度一致。过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农民群体，而现在越来越突出的可能是被边缘化、被降级、被剥夺未来感的青年群体，尤其是失落的大学生与城市青年。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对机会更敏感，对付出回报这本账更清楚。再叠加互联网传播，信息不再像过去那样被一层层过滤，人们对现实的认知、对外部世界的对比、对不公的感受会更快形成共振。所以我想表达的不是历史会简单重复，而是在高度集权的治理结构下，错误的经济与财政决策无法被纠偏，代价层层下传，最后由底层去承受。社会不满从个体情绪向群体性情绪转化的速度会明显加快，这才是一个政权真正该害怕的东西，不是某个具体群体，而是整个社会对未来的信心在消失。除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到你30岁、34岁吧，30个岁啊，多国内找工作都找不到的比你，哎，对吧？您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一代人挺难的，挺难的，对吧？难的要死，很多人还没结婚呢。
不是不结婚，好像结不了婚。结婚有房子，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买不起房子，对不对？哎，对吧？搞错病人还看不起病，那完蛋了。而这就是习近平治理水平的成果。中共灭亡总加速师，还得拉上中国老百姓一起承受代价。所以回到我们视频开头的问题，如果在习近平的高度集权治理之下，经济持续走弱，财政压力不断上升，社会端的抗议与不满呈现扩散趋势，同时党内派系矛盾加深，连体制内也出现降薪、欠薪等信号，那么风险就不再是外部情绪，而是开始向体制本身回流。更关键的是，一旦财政进一步吃紧，维稳体系的激励链条断裂，基层执行意愿下降，军警系统出现观望与迟疑，政权就会进入一种典型的脆弱区间，表面仍然强硬，但内部的凝聚力和执行力在松动。走到这一步，习近平和中共面临的将不是短期风波，而是制度性的生存危机。而对中共体制成员来说，失去的不只是既得利益与荣华富贵，更是对未来安全与去向的深度恐惧。因为一旦局势失控，中共作为中国的唯一执政党就会被推翻，政治清算的阴影就会迅速笼罩整个体系。然后新的执政党上台，新的国号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中共在后人的历史书上只留下前朝中华人民共和国，起始于大独裁者毛泽东，发展于中共一党专政，灭亡于中共最后一位皇帝习近平。他独断朝纲，好大喜功，治国无方，压垮民生，失尽人心，终至官逼民反，众叛亲离而亡。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